小伙抱着一尊佛像来到赌场，希望佛祖能保佑他逢赌必赢。怎料一上来他就连输了10来把，连娶老婆的钱都赔进去了。又係你，害到我輸晒錢啦！气得他对着佛像破口大骂，说他一点也不灵验。随后更是一气之下将佛像丢进火堆。怎料到了晚上，佛像竟然散发阵阵佛光。路过的李修缘恰好看见这一幕，最终在火堆里翻出了那尊佛像。没想到佛像竟毫发无损，修缘当即认定这是佛祖显灵了。而此时点亮红心，留下大吉大利，佛祖都会庇佑你逢凶化吉，全家平安健康的发大财。眼见佛像十分灵验，修缘打算将其带回家供奉，岂料在他回去的路上，竟被一个路过的和尚叫住。修缘问大师有何贵干，大师走过来，直勾勾地盯着那尊佛像，随后表示这尊罗汉像乃是他们寺庙供奉之物，只是在数月前，这尊佛像竟不翼而飞了，没想到如今竟然落到了李修缘的手里。大师当即认定他与佛有缘，于是便想邀他到寺庙一叙。可没想到的是，第一次来寺庙的修缘竟直接将罗汉准确无误地放回了原位。一旁的小和尚很是好奇，询问他是如何知道这尊佛像原本就是放在这里的。可修缘只是笑了笑，并未回答。而小和尚不知道的是，李修缘其实正是罗汉的转世。随后修缘来到方丈的禅房，可任凭他如何呼喊，方丈却丝毫不予理会。片刻之後，方丈才緩緩說出第一句話：你係用乜嘢嚟叫我啊？我梗係用個口嚟叫你啦，大師。口乃無情之物，點會叫人呢？方丈继续问他，一个人死后，那张嘴还会不会说话呢？此时修缘才恍然大悟，是自己的心来主使自己的嘴叫的方丈。怎料方丈却故意刁难，让他把自己的心拿出来看看。可修缘表示，活人怎么可能把心拿出来呢？方丈却继续问道：如果不把心掏出，那你又如何证明自己有心？修缘当即询问方丈，有何办法能看到自己的心呢？方丈则告诉他，离时不觉悟即本心，施主自带佛家气息，并非凡夫俗子，目前只是受世间俗气所染，一时无法觉醒。只要能摒除烦恼，将俗尘抛下，自然就能够找回自己的本心了。紧接着，他将修缘叫到自己身旁，叮嘱他等自己走后，普度众生的事就交由他去办了。说完，方丈便圆寂了。然而修缘回家后没多久，父母便相继去世。料理完二老的后事，修缘在这世间再无牵挂，他将家产全部散尽，去接济那些穷苦的百姓。最后，他来到了灵隐寺，选择剃发出家，住持赐他法号道济。自此开始了他普度众生的使命。